今天的客人真讨厌，总是磨。谁让你长得白，腿又那么好看？谁开车呀？哇！我算了，你的技术。不行，我不开，我开。哎呦，上车。走，上车。我说我喝了那你没喝，就没喝，我看见了。走，真气人，还不如让他多看两天。坚持下来，马上到家了。都3杯了，挺渴呀。你确定你是有把握的是吧？我不确定啊，我就是知道你前天晚上见过他2次，一次是在早教中心你们一块上课，另一次是在婚纱店门口偶遇。这说不定是对他很重要的不在场证明。你没把握呀？哎，你哪位廖思远来的？啊，主要是我有证据，我有廖思远的不在场证明，我有那天晚上的视频。那天晚上我俩在一起排练节目。我觉得这个视频传达出的信息有2点，一个是肢体协调性，还有一个就是节奏感。你看，这走位，你看。所以这是廖思远。跳得这么好，旁边这个颇为笨拙的是他，你看，差点摔了，一般啊，确实一般，确实一般。我们第2天要去给小朋友表演节目，那彩排到晚上11点了，那思源也是8点半才走的。8点半走了，上哪儿了？杀人去了？哎，正跳着这么可爱的舞呢，那心灵都被净化了，还哪能去杀人呢？那你怎么解释他出现在婚纱店门口？啊？那他为什么要提早离开早教中心？你俩后来又见了面，他为什么不直接送你回家？怎么解释？啊？怎么解释？荔枝？啊？
特一男的，还用送吗？啊，所以呢，证据呢？所以你俩没有证据啊？拿警局当礼拜天在这玩呢？啊？那天晚上，我和朋友参加一个早教中心的社会实践，我中途有事，就先走了。可努娜是在11点之后。努娜不是11点15之后死的，在我遇见马洛，也就是晚上10点54分之前，他就已经死了。监控画面拍到的，根本就不是努娜。接着说。假设监控画面拍到的是他，那他是在什么地方遇害的？凶手是在什么时间把尸体拖回婚纱店？又是在什么时间离开案发现场？为什么10点54分的时候，婚纱店橱窗里的模特姿态已经发生了变化？如果监控画面拍到的不是努娜，而是刚刚杀完人准备逃跑的凶手，这一切是不是就说得通了？但是检察办案讲证据，你有证据证明在10点54分之前，尸体就已经在橱窗柜里了吗？我没有，但我记得。你现在是嫌疑人，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记得？舒和，你出来一下。姐，这家店因为橱窗非常漂亮，经常有人拍照打卡。我刚刚翻看了最近所有的打卡照片，看到后面那一张。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当天晚上8点半。你看一下，模特手的位置和死者现场是不一样。看来他说的是真的。行，发一份备份给我，办个手续，把你弟弟领回家吧。我还要加班呢，让他等着吧。等着吧。这喂鸽子还喂蚊子呢？馆长吗？老金。妈，这不用。别说话，过来。我就是站好，去协助调查，没。一打灾，二打难，三打烦恼心放宽，洗神护体，晦气驱除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没有为难你吧？来来来，没有，我们看看啊。你说这些人都干什么呀？放着好好的坏人不去抓，怎么会冤枉你是杀人犯呢？明天我就去投诉他们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走了吧。走什么走啊？衣服脱了啊！你这3天2头的进警局啊，慧心不能带进门的。脱衣服。哦，一会儿到了家里啊，赶紧洗个澡，剃个头，知道不知道？从今天开始，你给我从头做人。还剃头啊？当然要剃头了。剃头就不用。必须要剃头的，你这都是晦气呀！剃头，什么那些警什么这个那个的案件都不关你的事，你不要操心呐。不是剃头是不用剃了。不要瞎操心，知道吗？不该你管的不要管。怎么了，思远？我只要一闭眼，
就能想起努娜那天来找我的样子。我真的没办法把我记忆中的努娜和那天来找我的努娜当成同一个人。这10年她都经历了什么呢？才会让她有这么大的变化？有些人会变，但有些人不会。比方说我，这10年都没有变。你变了？怎么可能？变得不要脸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些年他从泥潭里走出来，肯定吃了很多苦，才能过上现在的生活吧。哥，我想帮他。他看起来确实过得不错，有钱，事业又成功，但是很明显他的状态很差，身体虚弱，心里面又胡思乱想，所以啊，他才会常常疑神疑鬼，觉得有人在跟踪他。你提醒我了。他之前说有人跟踪他的时候，我还没当回事儿。会不会是这样？努娜刚要告诉我大火的真相就被杀了。那凶手是不是当年大环的知情者，甚至是参与者？思远，那个假扮努娜的人，你记不记得他的鞋子？这鞋子不合脚，他的脚比努娜大。没有美甲，手部皮肤粗糙，应该经常洗东西。这袋子里应该是他自己原本的鞋子跟衣服，有打耳洞，但很久没有佩戴饰品，耳洞已经长死了。发卡卡，阿金真的住这吗？同事给的地址应该没错吧？来了来了，过来过来过来。有请做谋。我什么时候能搬你那儿去住啊？嗯，这个楼又老又旧的，到了晚上蟑螂各种跑，你都没法睡觉了。这个渣男，哎，买了2个一模一样的发夹，一个送给老婆，一个送给小三。对，而且阿金有耳洞，我们发现那个人没有。身高不对，指甲的颜色也不对，看来白跑一趟。哎呀，拍照！都已经发现别人不是凶手了，还拍什么照？自证陷阱。快点，快点！嗨！哎！嗨！所谓自证陷阱，就是在没有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，给对方贴上一个标签，以达到让对方自我辩解的目的。他们现在的身份这么的敏感，只要说他们是凶手，他们就一定会自求清白，说出真相。开个价吧，500万。你老婆刚死于非命，你就和她的员工私下里不清不楚，被我知道了没关系，但是被媒体还有警察知道了，你猜他们会怎么想？别血口喷人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和你没关系，那就是和他有关系喽。这事儿跟我更没关系了，你别瞎说啊！据我所知，现在警方掌握的证据，凶手在逃离案发现场的时候，也戴了一枚这个钻石发卡。
也就是说，现在谁有这枚钻石发卡，谁就是凶手。你没动手，那人是你杀的喽？不是我。哎，我买了2个一模一样的发卡，阿晶头上的跟鲁娜的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这发卡害死人了！你看他们2个完全没有怀疑对方，这么笃定，除非那天晚上他们是一起发现尸体的。不是你杀的，也不是你杀的，那就是你们2个合谋一起杀害了努娜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。好，不说是吧？现在动机充足，证据确凿，去和警察说。哎，我说，阿晶，都跟你说。阿晶，为什么不能说呀？非得让警察再来找你才行是吗？你想想呀，到底是被人发现出轨严重，还是被人怀疑是杀人犯严重？我都跟你讲，我们2个早在一起了。我平时晚上8点就下班，但是那天很晚的时候又回到了店里，是因为我和他约在店里见面。尸体是我们2个一起发现的。店里的监控确实是我关的，因为黑点儿安全嘛。监控关了。关了。你喜欢这聪明劲儿。等会儿，怎么感觉有人在看呢？哪有人？别你等一下，我要去看看。宋笑，跑姐，快跑姐！别听我说，先听我说。我先走，我不能在这儿。一会儿警察来了，你就说你自己看见的，听见了吗？千万不能让我再说。记住。但是人真不是我杀的啊！如果露娜是我杀的话，我都不会去掀那个头纱。哎，你听见了啊？这我们俩一起发现的尸体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嫌疑了，对吧？自证陷阱，狩猎成功。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只知道这些。我觉得你们应该不只知道这些。这个地方现在不让进来啊，所以说你出去了别乱说。这个婚纱店就是努娜非要开的，说是跟朋友的承诺。哼，努娜也不会做生意啊，但是没办法，这女人嘛，有点火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喝酒。当时努娜呢，在一个酒吧陪酒。什么陪酒？你不知道吗？说来也巧，我的前妻呢是车祸去世的，当时开车撞我前妻那辆车，就是努娜的小姐妹开的。他们当时一起在酒吧里陪酒，车祸之后呢，那个女孩就坐牢去了。叫什么名字？太久了，不记得。天哪，杀妻仇人的名字都记不住，唉，跟前妻的关系真是好。不过有件事挺邪门的，当时我太太去世的时候，她的车上有一件婚纱，是她买来我们结婚纪念日拍照用的，结果车子起火了，全烧了。哎呦，不会是她来索命吧？别跟他聊了，你去问一下阿金啊。
他说有东西留给我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？没说留什么东西啊。那店里最近丢什么了吗？店里，哦，好像少了几套婚纱。那个，有一个小明星叫曼妮，你知道吗？最近刚火的。她前阵子跑来店里说要拍戏，借一套婚纱，到现在都没还过来。这个人？哎，对，就是她，这人比照片还漂亮。哎呀，我看啊。哦，他呀，我见过一次，长得一般吧。哎，我想起个事儿来。有一次，我晚上喝多了回家，听见努娜和两个小姐妹聊天。如果当时我报警了，或许他的家人们都还能够得救。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做。他才10岁，无数个夜晚，我总是想起他脸上又无助又脆弱的表情。我太没用了。茶棚老板，偷听女生聊天不太好吧？不好意思，原来努娜把我小时候的事告诉曼妮了。哦，他说的就是你啊。另一个在场的人是谁？不知道，我没看清楚。努娜留给我的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如果你们一旦找到，请务必通知我。哎，只要你别出去乱讲，一切都 OK。怎么样？死亡时间大概是夜里12点，死因符合高坠伤、损伤特征。他的表情和努娜很像，是同样的毒物导致的吧？不确定，具体死亡原因还需要解剖加理化检验才能确定。如果是连环杀人案，这个性质可就不一样了。哎，今天辛苦一下，加个班呗。我已经在加班了。姐，廖思远，你不回家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去曼妮的剧院找过她，但工作人员告诉我，今天没有她的演出，所以凶手一定是知道曼妮行踪的人。您不是这个工作人员，请您出去。尸体上带着头纱，一定是因为凶手在现场有条件限制，没法给尸体换上笨重的婚纱，所以用头纱象征性的替代一下。我觉得这个凶手和杀害努娜的凶手是同一个人。你怎么知道尸体带着头纱啊？我在警局门口听警员说的。泄露案件细节，他们奖金别想要了。至于你，立刻回家睡觉。
怎么样？给毒理中心打电话了。2周前我就向毒理中心提交了鲁娜的毒素鉴定申请，结果到现在都没出来。这事儿还是头一次碰到。师姐，你说不会真有鬼吧？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鬼啊？未知毒素的可能性大一些。未知毒素？如果死者死于未知毒素，需要移交上级去总数据库做对比。报告延迟一点也正常。死者名叫曼妮，26岁，演员，被发现时身着白色头纱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之前的婚纱店杀人案。我们发现她时，身上所有的值钱物品都在，并且在她随身携带的包里发现一个白色纸袋，纸袋中有大笔现金，排除谋财害命的可能。另外，对她身边的社会关系做了摸查，父母很少联系，没有伴侣，单身，连暧昧对象都没有，也没什么朋友。但是身边的人对她评价都还不错，所以仇杀的概率不大。根据初步尸检，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12点到1点之间。和努娜一样，脸上出现了神秘微笑。还有吗？我们认为，婚纱是一条重要线索。第一个死者努娜被发现的时候，身着繁复的古董婚纱。曼妮根据死亡情形来看，没有穿着婚纱的必要，但凶手还是给她戴上了白色头纱。连环杀人案的可能性很高。这个曼妮和努娜之间的关系查过没有？8年前，他们曾在同一个酒吧陪酒，曼妮的婚纱就是努娜借给她的。关于曼妮和努娜之间的关系，有没有别的旁证？8年前我经手过一起交通肇事案，有一个叫蓝小棠的女孩因为交通事故撞死了人。我记得当时死者车后座上就有一件婚纱，曼妮和努娜都在蓝小棠的车上。蓝小棠是个关键的人物，一定要尽快找到她，查清楚曼妮和努娜之间的关系。已经在找了，但蓝小棠出狱以后就失去了踪迹，我们需要一些时间。尽快。我需要那个监控，帮帮忙，帮帮忙。皮困肯定肯定出，的困皮出我们肯定马令可以，还们肯定红们皮加五加里，我们肯定马素一人亲你靠们苦尽。有保安在，访客是不是不让进啊？什么访客呀？你不是刚跟家里闹翻出来租房子吗？来，廖先生，请这边。哎呀，你看我们这边的这个电梯呢，已经完全被保安守住了，那现在只能用那个电梯了。不，没关系，很快的啊。哎呀，说实话吧，昨天晚上死掉那小姑娘挺可惜的，那人才刚红没多久。我最近还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她呢。她会不会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我刚才听说她为了抢角色还自带婚纱什么的。哎呀，没有，我跟你说啊，廖先生。这个女孩啊，她在这圈子里面拍戏特别拼，而且人缘很好。我就听说她最近跟那个她什么经纪公司在闹解约的事情。就她那个违约金啊，在我们这儿都能买套房了，邪门的很。不是意外。哎呀，照理来说呢，我就是个房产中介，不该跟你说这个东西影响房价。但这事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就昨天在这边的保安吧，他带着警察去调监控，你知道怎么着？他们刚看完监控的时候，那保安当场就吓尿了，说是这个小姑娘在那电梯里头，哎呦，当时。
时，你就像丢了魂一样。我现在跟你说起来，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杨师，哎，人呢？杨师。尼克的监控视频发过来了。画面抖动的时间点，也就是尸体被扔到了电梯顶上。从死者走出电梯到犯罪完成，凶手总共用了5分09秒。可要在5分09秒之内完成杀人，把尸体从1楼带到10楼，并且给他换上头纱。再完成抛尸等一系列动作，可能吗？可能性很低，但我们不妨换一个思路。我们现在可以针对凶手的杀人手法进行犯罪心理画像。心理画像？是的，通过分析犯罪过程，来推断凶手的心理特点，以及勾画出他的相关特征。这其实是一种用来判别连环杀手的常用手段。思远，2个受害者。努娜和曼妮，他们有什么共同点？婚纱，并且都曾经在同一个地方做过陪酒的工作。是的，他们遇害的时候，身上的财物没有损失，而且也没有遭受性侵，而是被一种不知名的毒素给杀害。凶手还选择了婚纱作为他的杀人标志，到底是为了满足自己什么样的欲望呢？情杀还是仇杀？正确，但是情和仇有时候是同一回事。2名被害人在死亡时均被穿上了婚纱，且面容相对完整，说明凶手对被害人充满着臆想和憧憬。是男性，而且他还认识努娜和曼妮，年龄必须在28岁到35岁之间。凶手仅因为臆想和憧憬这种强烈的愿望就能行凶。说明凶手性格存在严重缺陷，大概率他的原生家庭并不美满，自小独立，性格内向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肯定曾经和努娜和曼妮有过严重的情感冲突。那然后呢？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这是顶楼，没有监控。常年积灰，有个脚印。这个脚印目测36码，所以身高在1.62米到1米。不对呀，画错了吧？不可能。这身量怎么看都应该是个女的吧？但是一个女性。怎么可能在5分09秒内跑10层楼，还杀人抛尸？成年男人的体力可能都办不到呢。除非是尸体自己跑上来的。他先是干扰电梯上方的传感器，让电梯门无法正常关闭，再诱使受害者跑进没有监控器的楼梯间，上楼将其杀害。再戴上头纱，最后将他抛进电梯井。如果是这样，5分09秒内，一个女性也不是没有可能完成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画错的。谁都有犯错时候。思远，怎么了？找一下大堂的监控。有点眼熟，看起来是一个蓝黄色的马甲。
莱蒙便利店的工服。已经和大厦还有便利店确认过了，同时在便利店打工又在大厦上班的只有一个人，安妮。你好，请问安妮在吗？我就是啊，你是？我是布和大学的学生，帮社区做义工，统计一下居住状况，方便进去聊两句吗？啊，方便，请进。你先坐，我给你弄点喝的。哥，蓝黄色马甲。年龄大概是55岁左右，便利店员工，大厦保洁，月收入大概是3000到5000左右，居住环境一般。平常有买彩券的习惯。家里有个男性，职业不详，平常很忙，很少回家。来，喝点饮料。谢谢。大几了？大4。哦，现在的孩子大4就得出来打义工啊。可以抵学分。这是便利店的自有品牌。阿姨，您是在便利店工作吗？啊，是。那里的夜班可不轻松啊。啊，是不轻松。我这个年龄啊，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，哪还能挑3拣4呢？收入怎么样？6000普纳，有点少。主要是我岁数大了。问他同居的人是谁？您是一个人住吗？孩子都成家了？要是成家就好了。我有一个儿子，他忙，他下班了我睡了，他醒了我又上班去了，这一天天的也见不着个面儿。虽说住在这一个屋檐底下吧，跟个网友似的，没什么区别。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工作呀？对。打零工，今儿在这儿干，明儿在那儿干，谁知道他在哪儿呢？您不是来了解住房情况的吗？怎么跟人口普查似的呀？我们得充分了解居民的生活情况，了解收入和居住情况的关系。阿姨，您是在哪儿做保洁啊？金湖大厦。哦，那前天晚上去了吗？我去了呀。您看一下这个女孩照片。那天晚上见过她吗？啊，我见过。这个女孩子我经常见，啊，有钱，长得漂亮，人还挺善良的。您看仔细点儿，确定是前天晚上见的她？不会有错。那天是周2，周2她是没有演出的。不会记错的。4人，从画像上来看，这个安妮不像是凶手，而且看起来她和大火案也没什么联系。问她能不能带你参观一下，我们去她房间看看，会不会发现什么新的线索？阿姨，能参观一下您家里吗？我正好做个面积丈量。好呀，没问题。哎，你看吧，什么都没有。4人，看一下衣柜。阿姨，
这个衣柜什么时候买的？小径的走廊，没有月光，没有神指引方向，回忆滴在我的心口中央，安静里只剩下空荡，虚假的真相被篡改，被掩埋，被遗忘。月琴之上，还温热的香，再次被点亮。是谁的手操纵着，写在谎言尽头面具。去接近最后。